我是宫里出了名的蛇蝎毒妇，看谁不爽就刺谁一丈红。长乖过的妃嫔更是可以绕皇城3圈，就连宫里的狗见了我都要绕道走。后来宫里跟我最不对付的贤妃死了，她膝下的福安公主变成了烫手山芋。我冷眼看着他们推来推去，总归这麻烦不会落在我头上，却不想一个雪夜，8岁的福安公主叩响了我的宫门。大家好，欢迎收看皮皮听书。婉娘娘，福安来的时候，我正在院子里烤地瓜，突然有人叫我，吓得我赶紧把地瓜藏在身后。福安在门口不敢进来，只嗫嚅着唤了我一声：“公主深夜来此，有何贵干啊？”我走过去，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她，语气也透着疏离冷淡。福安似乎被我的语气吓到了，忍不住瑟缩了一下，但还是鼓起勇气看向我，一字一句地开口道：“福安想跟着婉娘娘。”我看着面前一脸认真的小奶包，忍不住俯身捏了一下她瘦巴巴的小脸，语气恶劣又玩味道：“你母妃难道没告诉过你，本宫同她是死对头吗？贤妃死后，她膝下的福安公主变成了烫手山芋。她同那些病死的、被害死的嫔妃不同，贤妃她是母家获罪，正儿八经被皇帝赐死的。河宫上下自然没人愿意养一个罪妇的女儿。皇后问遍了大大小小的妃嫔，却独独没有问过我。我很难过，感觉皇后在孤立我，真是宫门不幸。”一旁的贴身宫女翠竹见状，忍不住白了我一眼：“娘娘，福安公主要是跟了您这么个不靠谱的，那才是真的宫门不幸。好吧，毕竟我同贤妃不合适摆在明面上的，她的女儿若是落在我这个毒妇手里，想也知道是什么下场。皇后这人最在乎名声了，要是真把小公主塞给我，指不定宫里怎么传她善妒，容不下一个孩子呢。可是现如今，福安竟然主动跑到我面前，说要我养她。本宫看起来是什么很善良的人吗？会大度到给死对头养孩子？”我摆摆手，想要吩咐翠竹把公主送回去，结果袖口却突然被人抓住。下一秒，一只略微带点凉意的小手抓住了我的手，随后像是坚定了什么信念似的，慢慢收紧。我有些不耐烦地看过去，试图让脸上的表情看起来再凶狠些，以此吓退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毛孩。毕竟我的恶名在外，平日里连宫里的狗见了我都要绕道走。可不知为何，福安还是坚定地握着我，看着我的那双眼睛干净懵懂，却又带着几分倔强。婉娘娘，母妃说你是她最好的朋友，一定不会不管我的。放他娘！好在一旁的翠竹及时捂住了我的嘴，才没在小孩子面前爆粗口。我这2天兴致上来了，正在吃斋念佛修身养性，也只有谢淑然这家伙会这么轻易让我破防。哪怕这人都死好几天了，只要一想到他，我还是忍不住会汗毛倒立。真是个祸害，活着的时候跟我斗，连死了都不让我安生，竟然还想把拖油瓶丢给我，真是痴心妄想。婉娘娘，干什么？我没好脾气道。福安嘴巴一撇，一副要哭的架势。他本就长得可爱，如今这副模样尤其惹人心疼。娘娘，你那么凶做什么？公主还是个孩子呢。翠竹责怪地看了我一眼，忙蹲下来抱住福安，小声哄着：“婉娘娘，福安知道自己是个麻烦，婉娘娘害怕也是应该的。”小奶团子一边抽抽搭搭地说着，一边偷偷用漂亮的大眼睛观察我。可笑，本宫连皇后都不放在眼里，难道会怕她一个小孩子？罢了，先进来吧。路过我烤地瓜的篝火堆的时候，我重新蹲下来，明黄色的火焰映在眸子里，亮晶晶暖洋洋的。福安小兽似的贴着我，在我旁边蹲着，直到烤地瓜的香气透过夹着风雪的空气传进鼻端。我吸了吸鼻子，歪头问福安：“吃烤地瓜吗？”福安吭哧吭哧地吃着烤地瓜，吃得满手满嘴都是。这孩子一点也不像他那个装腔作势的母妃。我记得谢淑然那人一身的穷讲究，吃块小点心都要切成一块块的，用签子插着吃。怎么把孩子养得这般的虎呢？我并不打算养福安，总归是个麻烦，我可不想平白招惹上事端。我合计着明天一大早就要把人送走。不对，我要直接把他丢给皇后。
反正这家伙平日里最是道貌岸然，伪善的厉害。我到时候就带着福安去他寝宫门口哭。没错，就这么办。可是第二天，福安似乎知道我心中所想似的，死活不肯出门。婉娘娘是不要福安了吗？福安哪里做的不好？福安会改的，求求婉娘娘不要福安。小丫头哭得声嘶力竭，一旁的翠竹还在帮腔作势。娘娘，小公主这么可怜，咱就留下她吧。奴婢昨夜给小公主换衣服的时候瞧见，这孩子身上全是伤啊。这宫里惯是些捧高踩低的主，贤妃才走不到1个月，公主就受尽了冷眼和虐待。翠竹说着，做事也要哭起来。我被这一大一小吵得头疼，索性先应付了下来。谢淑然，你可真是死了都不让我安生啊！我同谢淑然两家说白了，其实是世仇。总结概括来说，就是他的祖母和我的祖母同时看上了当时的状元郎，从刚进宫的时候就不对付。他觉得我目中无人，嚣张跋扈，我觉得他假仁假义，道貌岸然。总之就是看对方不爽。后宫本身就是个巨大的修罗场，一群千娇百宠长大的世家小姐要为了一个男人争来抢去，想尽办法从别人手里抢些个为数不多的恩宠。谢淑然装病把皇帝从我这抢走了8次，我在御花园崴脚半路给他截胡了5次。比起那些个明争暗斗，我俩是真正意义上的势如水火，全宫上下都能看出来我和谢淑然不对付。所以当福安公主在我宫里这事被传出去后，整个后宫都在看热闹，而皇后她是第一个坐不住的。皇后来的时候，我正带着福安在院子门口晒太阳，这小孩太白了，一看就不健康，小孩子还是要多晒晒太阳的好。随着一声皇后驾到，一身宝石蓝的宫装的女子在宫人的搀扶下走了进来，身后还跟着一群看热闹的妃嫔，个顶个的花枝招展。我懒洋洋地起身行了个礼，皇后面上依旧是端庄温和的笑。贵妃不必多礼。说着她转过头，像是才发现福安一样，惊讶出声：啊，福安怎么在这里？福安乖乖巧巧地给皇后行了个礼，问皇额娘安。福安，快起来，给皇额娘抱抱。我看着她拙劣的演技，忍不住翻了个白眼。皇后娘娘有什么话不妨直说，不必拐弯抹角的。妹妹这是哪里的话，本宫是想着啊，这也是福安跟妹妹你的缘分，不如便放在妹妹名下养着吧。这下子轮到我不淡定了。可是皇后根本不给我拒绝的机会，直接扭头问福安：福安喜欢贵妃吗？福安喜欢婉娘娘，那福安以后便跟着婉贵妃可好？不愧是皇后，3言2语就敲定了福安的去留，还是当着众妃嫔的面。这下以后就算福安出了什么问题，也怪罪不到她皇后的头上。皇后走后，我搓着下巴看福安，语气忍不住带上了几分威胁。小孩既然想留在我昭华宫，就要守我昭华宫的规矩。宫规第1条就是要离本宫10米远。说完，我提起裙子就跑，仿佛身后有什么豺狼虎豹。养孩子嘛，1日3餐管饱，总归是养不死的。我跟福安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相敬如宾的日子。他很乖，知道我不喜欢他后，从来不会主动出现在我面前。倒是翠竹时常看着我唉声叹气。奴婢从来没见过福安公主那样乖的孩子，小小的一团，看得人心都要化了。娘娘你怎么忍心啊？我满不在乎地吐出葡萄皮，语气随意道：你个小丫头，难不成还指望本宫把谢淑然的孩子当祖宗供着吗？本宫一个毒妇，能给他一口饭吃，都算是善心大发了。翠竹忍不住嘟囔了一句：娘娘你总是这样，把自己的名声搞得这样差，连皇上都许久不来咱宫里了。不来正好，来了还得伺候那个狗。话还没说完，翠竹就一把捂住了我的嘴。娘娘慎言，这宫里又没外人，难不成指望天上的鸟去给皇上通风报信说本宫骂了他吗？翠竹这丫头跟了我这么多年，倒是越活越像个老古董了。我没事的时候喜欢跟翠竹一起逛御花园，倒不是爱欣赏那些个花花草草，主要是我位分大，整个后宫除了皇后，其他人见着我都要给我行礼。本宫这么多年摸爬滚打，好不容易混上了贵妃，
当然要多出来显摆显摆了。刚好皇后又是个不爱溜达的，她那人在闺中就是个弱柳扶风的病美人，做了皇后以后更是一天到晚病殃殃的。要不是她家世高了我一头，这皇后还指不定轮到谁呢。说到头来还是怪我爹不争气，改天定要去信好好鞭策他一番。这般想着，我已经来到了御花园中间的那个小亭子那里，刚想着过去休息一下，就听到了一阵孩童的吵闹声，想来是几位皇子下学了，在御花园中玩闹呢。我怕扫了孩子们的兴致，便准备回去，却在转身时窥见了令我浑身血液逆流的一幕。福安趴在地上，身上坐着个胖子，那小胖子身量有福安2个大，跨坐在福安身上，嘴里兴奋地大叫着：驾驾，快点再爬快点。福安脸上身上都脏兮兮的，小小的奶团子趴在地上，抿着唇一言不发。一旁的翠竹气急，握着拳头就要冲上去，我拦住翠竹，朝他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翠竹虽不解，却还是乖顺地止住了冲出去的动作。我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福安，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小丫头刚刚面上闪过了一丝坏笑。之所以阻止翠竹冲出去，是因为我想看看福安接下来想怎么做。他平日里在我这就是个小哭包，动不动就哭鼻子，如今被人欺负成这样，竟然没哭，倒真是稀奇。果不其然，下一秒就听见福安惨叫一声，重重地摔到地上，连带着他身上的小胖子也猛地被摔了下去，下巴重重地磕在了一颗尖利的石子上，顿时血流如注，倒是个伤敌1000自损800的招数。小胖子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其他几个看热闹的皇子公主也凑了过来。福安见状麻溜地爬起来，一溜烟地跑走了，走的时候还顺带着在那小胖子的屁股上狠踹了一脚。这孩子还真是个不肯吃亏的性子。不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刚刚欺负福安的是于贵人的儿子，也是陛下的3皇子。于贵人当年难产，9死1生生下这个孩子，一直当眼珠子似的疼着。3皇子在宫里一直是个霸道的性子，眼下他被福安害得破了相，怕是不会轻易罢休。原本担心福安的翠竹应该也是想到了这一层，面上惴惴不安。我却轻轻拍了拍翠竹的手，走吧，翠竹，是时候告诉这后宫的人，我昭华宫的人可不是哪里的阿猫阿狗都能欺负的。翠竹闻言满脸激动，一副随时都要出去喊打喊杀的架势。这丫头平日里一定是宫斗话本子看多了。等我和翠竹回去的时候，福安已经梳洗干净了，他乖乖巧巧地伏在书案前温习夫子留下的功课。见我回来，福安有些心虚地别开了眼，我招招手示意他过来。小丫头眼睛里迸发出光来，她小跑着来到我面前，扬起瓷白的小脸，软声唤我：婉娘娘。福安，告诉本宫，在学堂有没有受欺负？长乐的眼睛眨了眨，最后还是轻轻摇了摇头，没有人欺负福安。话音刚落，我的宫门就被人猛地推开，来人一身粉色绣花长裙，裙摆缀着细小的珍珠，衬得人也格外娇嫩了些。如果忽略她那张因为愤怒到扭曲的脸，倒也是个不错的美人。于贵人倒是好大的排场啊，见了本宫也不知行礼。于贵人闻言不甘不愿地朝我行了一礼。她近来得宠，倒是越发嚣张跋扈，还颇有几分本宫当年的风采。在这宫里，未分说明不了一切，谁得宠，谁便有了拿桥的资本。不过我凶名在外，于贵人也不敢在我面前太过放肆。贵妃娘娘，嫔妾今日来是想向您讨个公道。于贵人说着，眼神凶狠地看向我身后的福安。我不动声色挡住福安小小的身子，然后眼神玩味地看向于贵人。于贵人想讨什么公道？贵妃娘娘，您宫里的事，嫔妾本不该过问。福安公主虽然不是您亲生的，可毕竟是养在您身边的，您再怎么着，也不该这般不管不问吧？今日若不是洪章这个臭小子哭哭啼啼的回来，嫔妾还不知道，他们这些个熊娃子们竟然是这样欺负福安的。当初嫔妾是想养着福安，也好给洪章做个伴，可偏生福安闹着要跟您，嫔妾也就歇了这个心思。可娘娘如今这般，
倒是让嫔妾有些看不起了。养而不亲，不如不养。福安再怎么说也是金尊玉贵，被贤妃娘娘娇宠着长大的，怎么如今到了贵妃这里，变成了无根的蒲草，任人欺凌了？说着，于贵人突然朝着门口吼了一声：“臭小子，还不给老娘滚出来！”话音刚落，门口就探出一个圆乎乎的脑袋。小胖子一瘸一拐地走进来，圆鼓鼓的小脸上委屈巴巴的，看着好不可怜。于贵人向来是个暴脾气的，见三皇子磨磨唧唧的，索性一巴掌拍在他脑袋上：“磨叽什么？还不赶紧过来给妹妹道歉！本宫平日里教你的礼义廉耻都学到狗肚子里了吗？”我此时已经完全傻眼了，这于贵人竟然不是来找茬的。三皇子嗫嚅着开口：“五妹妹，对不起。”福安从我身后探出小脑袋，可爱的眼睛微微眯起，小声回了一句：“没关系。”于贵人见状满意的点点头，又把目光重新投到我身上，不知道为什么看得我一阵心虚。他盯着我看了良久，才叹了一口气：“谢姐姐既然选了你，必然有她的道理，贵妃莫要让她失望啊。”言罢，他拽着三皇子转身就走。我看着他的背影，忍不住陷入沉思。我同谢淑然是一起进宫的，他那人啊，是个烂好心。有个宫女偷卖宫中的物件被抓，跪下来求他，扯谎说是家里父母病重，走投无路。明明是很拙劣的谎言，谢淑然那个傻子却信了，用自己的私房钱帮着小宫女还清了亏空。可到头来呢，那小宫女被其他妃子买通，反过来倒打一耙，说是谢淑然指使的她。我永远记得她那时的眼神，惊慌无措痛心，却不见半分悔意。后来我替她处置了那个宫女，拔舌抽骨，血染了宫门长街，我毒妇的名头也就此坐实。那日谢淑然来找我，恰好撞见我干脆利落的手起刀落，一刀扎进了那个宫女的心窝，血喷溅到我脸上。我明明该慌张的，被他撞见这样不堪的一幕，可鬼使神差的，我冲着他露出一抹挑衅的笑来。谢淑然清亮的眉眼就那么定定地看着我，他说：“温锦，你不必如此的。”我一直以为他那时的意思是指责我恶毒，很久以后才知道，他想说的是：“温锦，你不对为了我如此败坏自己的名声的。”谢淑然，我最讨厌你这副自以为了解我的样子。谢淑然，我最讨厌你了，我最讨厌你了。我要把你的女儿培养成像我一样的毒妇，我要让你后悔认识我这样的一个人。第二天福安上宫学的时候，是我亲自接他下的学，他眨巴着大眼睛惊喜地看着我。婉娘娘，我这次没有躲开，反而牵住福安的小手。福安，谁欺负了你，本宫替你欺负回来。300禁军将宫学内外围了个水泄不通，也不怪本宫嚣张，谁让本宫的兄长是禁军统领呢？宫学里的那个老学究指着我半天喘不上一口气来，我不甚在意的摆摆手：“先生年纪大了，先扶先生回去休息吧。”然后我将目光看向角落里的三皇子，冲他招招手：“红章乖，告诉本宫，都是哪些人欺负了你五妹妹？”小胖子三皇子倒是很上道，胖乎乎的小手迅速指了几个人出来，我随意一扫，都是些个娃娃，记不清谁是谁家的了。不过这普天之下，除了太后她老人家，还没有谁是我温锦不敢揍的。不过对付小孩子嘛，打打杀杀的多没意思。每个小孩回去的时候，脸上都被画了王疤，脖子上还挂上了牌子，上面写着“我是欺负人的坏蛋”。王疤是福安一笔一画画上去的，字是本宫亲自题的。后来听说，当天夜里，整个后宫的妃子都闹去了皇后的寝宫，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从皇后寝宫出来，却又默契的没来找本宫的事。这个月初8是皇上例行翻我牌子的日子，他这人一向讲究雨露均沾，从不过多宠幸哪个妃子，宫里的妃子很少有怨言。几天不见，皇上还是那副死样子，整日冷着个脸，活像被人戴了绿帽子。他进我院子的时候，瞧见了福安，愣了一下，似乎想了很久，才想起来有这么一个女儿。这是福安。
福安乖巧地冲他行了个礼，然后小心地后退一步，躲在了我身后。皇上皱了皱眉，不悦开口，畏畏缩缩，像什么样子？我轻轻拍着福安的后背安抚他。皇上他不算一个合格的父亲，他从不过问皇子的功课，甚至不记得自己有几个孩子。我记得第一次见皇上，他就是个很老成的家伙，明明年岁不大，满口都是规矩体统，明明30来岁的人，却是一身的老人味。我不动声色地往后躲了躲，他倒是没发现什么，只是照例在我这里坐了坐，又喝了壶茶水。刚入口，他就皱了眉。朕记得前段日子赏了你上好的龙井，臣妾觉得好喝，早就喝光了，皇上那还有吗？我眨巴着眼睛看他，皇上不说话了，世界终于安静了。良久，他又突然抬起头，意味深长地来了一句：福安虽不是你亲生，你也多费心，让他多学些女诫，知道些规矩，不然日后嫁出去了，别人还要说朕不会教女儿。他自顾自地说着，我却突然感觉一阵心寒。那一刻，福安好像不是他的女儿，而是一件待价而沽的商品。公学我不打算让福安继续上了，那些个正经学堂教出来的都是像谢淑然一样的傻子，要么就是像皇后那样的老古板。所以我决定亲自教导福安。当我说出这个决定的时候，翠竹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仿佛在看什么不靠谱的东西。但是福安却很高兴。果然，没有孩子喜欢正儿八经的上学堂。我给福安制定了非常严苛的学习计划，学的却是些不正经的东西。福安，本宫问你，如果有漂亮男人勾引你怎么办？先阉后杀。很好，那如果有绿茶陷害你打他怎么办？先抽10个耳光，直接把罪名坐实。我满意的点点头。小丫头的确有几分做毒妇的天赋。经此一事，于贵人倒是同我亲近了不少，不过大多是他单方面的。这家伙平时没看出来，还是个没皮没脸的。我明明多次表示我喜欢安静，他还是总来找我，带着3皇子，一坐就是一整天。有一次，他看着我让福安学的东西，终是变了脸色。你让福安学得，可不是一个公主该学得。这话倒是让我来了兴趣。公主该学什么？又不该学什么？于贵人被我问住了，半天答不上来，想了良久，才郑重道：你可想清楚了，学这些当真是为了福安好。我瞧着院里，福安小小的身子执起长剑，素白的手挽起一个剑花。我这些日子一直在教他习武练剑。那些个皇子能学的，我的福安自然也学得；那些皇子学不得的，我的福安也学得。傍晚的夕阳透过层层宫墙洒在他身上，仿若出生。你瞧啊！瞧什么？于贵人疑惑地扭过头，就看见3皇子追着蝴蝶，一下摔了个狗吃屎。小胖子也不哭，乐呵呵地从地上爬起来，继续追。他们多鲜活啊，不像我们被困在那些所谓规矩体统的壳子里太久了。我都快忘了。忘了什么？于贵人眨巴着眼睛问我。我偏过头看他，冲他笑，露出一口森森的白牙。忘了自己是个毒妇了。于贵人，其实我想说的是，这世上的夕阳总是迎着朝阳的。福安13岁那年，正逢突厥来犯，皇上为了平息战事，决定派一位公主和亲。历朝历代总喜欢用女儿家的婚事作为政治的筹码。宫里适龄的公主有2位，一位是皇后所出的福康公主，一位是夏嫔所出的福佑公主。皇后这些年总顾着吃斋念佛了，很少管宫里的事。其实自从谢淑然死后，这个宫里就没什么意思了。大家从前斗来斗去的，也不过是图个乐趣，因为斗到最后，恋爱脑都死绝了。后来整个后宫也只剩下谢淑然一个傻子，真心实意地爱着皇上。他好像平等地爱所有人，没人喜欢跟一个烂好人斗，索性就不斗了。本以为大家能相安无事的就这么过下去，可皇上他却容不下谢家，也容不下谢淑然那个傻子。其实陷害谢家的局做的倒是天衣无缝，可谢家百年清誉啊，能培养出谢淑然这么一个傻子的人家，又怎么会干出通敌叛国这样的事？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是场彻头彻尾的诬陷，可是没人敢说什么。
从那天起，我就厌极了皇上，也厌极了他口中那些个冠冕堂皇的大道理。他说，朕是天子，如果能牺牲一位公主换取两国止戈100年，朕愿意献出自己最爱的掌上明珠。所有人都在夸赞陛下是何等的宽仁，是何等的为天下表率，但他的好名声牺牲的却是一个女子一生的幸福与自由。或许在他看来，一女与一国孰轻孰重再分明不过了，可我却不能苟同。皇上太在意虚名了，所以他甘愿献出自己的嫡女，以成全他的名声。皇后第一次失了体面，她崩溃地跪倒在皇上面前，求他收回成命。可君王一诺千金重，哪怕那头压上的是发妻的信任，是亲女的生死。福康出嫁那天，10里红妆，敲敲打打，好不热闹，却没人笑得出来。听说匈奴那边的人都吹毛饮血，各顶各的残暴。于贵人叹了口气，福康那孩子也才17啊，那么点的孩子，皇上怎么就忍心呢？我轻轻抱住一旁的福安，脸上没什么表情，可是内心却忍不住漫起悲凉。兔死狐上悲，何况如今牺牲的可是狐狸。皇后整个人仿佛老了10岁，她像是一瞬间被人抽走了所有的精气神，看着福康的仪仗队，笑了哭，哭了又笑。等人都散去了，她还是呆呆地望着，直到数千人的仪仗队再也看不见一点踪迹。我默默站在她身后，柔声开口：福康被你教养得很好，知书懂礼，心中有家国大义。他得知自己要去和亲，没哭也没闹，只是重重磕了3个头，谢了皇上的生恩。可是皇后却哑着声音道：我情愿他没被我教养得这么好，情愿他会反抗，会拒绝，哪怕忤逆犯上。你知道吗？他那天跪在我面前说，福康是公主，自然要担起身为公主的责任，对得起天下万民的供养。我突然开口道：可和亲从来不是一国公主的责任，那只能证明我们这个国家的无能。皇后闻言猛地扭头看我，眸子睁大：贵妃慎言。我却不甚在意地拂了拂衣上的尘土，唇边扬起抹笑来：赵明珠，你倒是谨言慎行了一辈子又如何？除了外人提起你实赞一句皇后贤德，你又得到了什么？你贤德的名声让你连自己的女儿都护不住。皇后目光死死盯住我，却说不出辩驳的话来。回宫的时候，福安轻轻牵住我的手，明明之前还是个只到我腰的小豆丁，什么时候尽快同我一般高啊？孩子们一天天长大，我们也一天天的老去。皇后的身子越来越不好了，太医说大抵是熬不过这个冬天了。许是因为年少夫妻，皇上总念着皇后些好，他难得温情了几分，握着皇后的手问她还有什么心愿。皇后闻言恍惚了一瞬：臣妾想再见福康一面。福康公主走后，便很少有人提过她的名字了，因为每说一次，大家都会想起一次皇上的无能。公主和亲从来便不是美谈。皇上果然冷了脸色，他冷哼一声道：皇后真是病得不轻，竟也有这般不知轻重的时候。说着，他便拂袖离去。皇后一个人呆呆地看着，不知道在想什么。良久，她突然轻声唤我：温瑾，你说本宫是不是真的做错了？她好像也不期待我的答案似的，只是自顾自地说着：是本宫错了，是我错了。其他妃子都面面相觑，低着头不知所措。我摆了摆手，让他们都先退下，而后才走过去拉住皇后的手：你没错，福康被你教养得很好，他担得起公主的名号。可温瑾，若是你的话，若是那日出嫁的是福安，你定不会就这么任由福安嫁过去吧？我闻言握住他的手，近来收敛的神情里露出几分杀意，连声音都染上几分杀伐之气。哪怕是弑君篡位，本宫也不会让任何人动本宫的女儿一根毫毛。好，好，嗨嗨嗨，好！皇后一连说了3个好字，而后从枕边掏出一块玉牌，这是本宫豢养的一批死士，3000精锐。若是本宫是说如果可以的话，求求你带我的福康回家。皇后的目光掠过我，直直地看向远方，像是在看什么人，然后她的头一歪，再也没有醒过来。
皇后薨逝，举国哀悼。我跪在皇后的灵位前，跪了1天1夜。记得刚进宫的时候，皇后就已经是皇后了。她一直都是这副样子，好名声，又喜欢和稀泥。宫里哪个妃嫔闹矛盾了，她也只会劝人家以和为贵。我那次跟谢淑然吵架，吵到了皇后面前。坦白来说，是我单方面欺负谢淑然。皇后也是各打50大板，她一向轻拿轻放的。唯有那次宫学，我教训了各宫的皇子公主，皇后却没罚我，还帮我摆平了个宫想闹事的妃嫔。后来她悄悄夸了我一句，教训得好。那一刻的皇后难得鲜活了起来。我也是那时才意识到，皇后不仅仅是皇后，她只是被套在了皇后的身份里。在成为皇后之前，她只是赵家明珠。皇上每年都会组织一场围猎，原本那些个小豆丁都长成了长身玉立的少年，一个个骑在高头大马上，说不出的帅气。于贵人边嗑着瓜子边指着最右边骑着枣红马的少年，快看我们家三儿多帅气啊！三皇子长大以后褪去了婴儿肥，身量拔高了不少，也瘦了不少，整个人都透着一股温润如玉的气质。前提是别说话。三皇子朝这边看过来，兴奋地招手：母妃，等儿臣给你猎头大家伙回来。皇上骑在中间，目光深深地看了几个皇子一眼，突然朗声问向后面的大臣：众爱卿觉得朕这几个皇子谁有青出于蓝之事啊？他这话一出，众人都齐齐变了脸色。当今皇上尚未立储，如今这一问，倒像是有了立储之意。大臣们心思各异，皇子们也都各怀鬼胎。父皇春秋鼎盛，儿子们还差得远呢。说话的是大皇子，其他人闻言也都随声附和。皇上笑了一声，没再说话，只是目光不动声色地扫过场上的众人。良久，他才朗声笑道：那就让朕看看，朕这些皇子中谁最出众。此次秋猎，夺魁者，朕便立为储君。话音落下，众人面色大变，几个大臣面面相觑。那个位置自古以来便是众人争夺的对象，可谁都没想到，最后夺魁的会是福安。少女早已出落得亭亭玉立，眉眼间依稀有些像谢淑然，却又不似她那般温婉，反而多了几分桀骜。秋日围猎，朕这几个皇子倒是没比过你这么个小丫头啊。福安扬起眉，笑得恣意：儿臣不才，没丢父皇的脸面。福安这话说得巧妙，皇上的神色明显舒展了几分。好，既是如此，朕可得好好赏你，便赐你一个如意郎君如何？朕瞧着李氏郎家的公子便不错。福安神色不变，只是深深叩首：儿臣谢过父皇。回去的路上，于贵人一直拧着眉，直到无人处，他才哀怨道：你不该让福安出这个风头的。我懂他的意思，皇上已经开始忌惮福安。我挑了挑眉，不在意道：我的福安本就是9天翱翔的凤，这世上没什么能掩盖他的光。是，你的福安最厉害。可那李氏郎家的公子听说是个痨病鬼啊。皇上这是在杜绝一切隐患，说明他在害怕，他怕我的福安。你说多可笑啊，堂堂95至尊在害怕一个小姑娘。于贵人扭过头不理我了，只任由我一个人笑着。我是真的高兴，毕竟那是我亲手养大的玫瑰，眼中已全是锋芒。福安自然是不满意于李家的婚事的，但是他什么都没说，只安心绣着嫁衣，好像真的认了命。但我知道，我的福安自小便是个有主意的。婉娘娘便不好奇吗？福安眨巴着眼睛问我，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他抱着我的手臂问我：婉娘娘就不好奇福安给你准备了什么生辰礼吗？我记得我总笑着摸他的头说，本宫只需要知道福安从来不会让我失望就够了。皇上好像很急，让钦天监把福安出嫁的日子定在了这个月初8。福安听到消息的时候只是皱着眉，附而又遗憾道：这嫁衣我还没绣好呢，不过也不打紧。皇上来我宫里的频率多了许多，我有些烦他，又不得不应付他，只是忍不住对他冷着脸。人的亏心事做多了，就总爱疑神疑鬼的。就像10年前他疑心谢家手握重兵要谋反，便设计陷害谢家满门抄斩，
又害怕身为枕边人的谢淑然报复，便干脆一杯毒酒赐死了他。又像福康出嫁后，皇上见与皇后离心，便暗中找人下药，甚至他畏惧我温家的权势，自我进宫后便绝了我的子嗣。照顾皇上的公公最近总念叨着，皇上近些日子吃斋礼佛，性子温和了不少。人啊，做多了亏心事，便总爱寄希望于神佛。可神佛又怎会庇佑他那样的人呢？福安出嫁那天是个艳阳天，难得的晴空万里。我抬眼望了望天空，突然感觉阳光刺眼得很。于贵人嘲笑我哭了，我争辩说太阳太刺眼了，弑君篡位这些个打打杀杀的，我们这种深宫妇人又哪敢呢？赵明珠，你到底是高看我了？我好像也只能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女儿被一步步地安排着走向既定的结局，但故事的结局又不太一样。皇上的身子越发不好了，朝野之上立储的声音越来越大，可人呐，越在乎什么便抓得越紧。皇上迟迟不肯立储，连兵权都死死握在自己手里。那些个儿子，他一个都不信。出乎所有人意料的，皇上把兵权给了福安，原来这才是福安想要的。一个出嫁的公主，一个在皇上面前毫无威胁的身份，这样她才能无所顾忌地得到她想要的。自负如皇上，又怎么会相信一个嫁人的公主能翻起什么风浪呢？匈奴再犯，福安挂帅，所有人都觉得皇上疯了，但我知道他不过是想找个由头拿捏住我的福安。养在深宫一辈子锦衣玉食的公主，恐怕去了战场就被吓破胆了吧。可他不知道，福安自小习武，12岁便将一把红缨枪耍得出神入化，匈奴被打得节节败退。消息传回京都的时候，皇上高兴地昏了过去。太医说是操劳过度，皇上在床上养了些时日，终是无奈立了大皇子为储君。大皇子是皇后的长子，正经的东宫所出，也算是名正言顺。朝臣哪里会有异议？话本子里总说宦官权倾朝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我今日算是见识到了，皇上明明什么都没说，德海公公上下嘴皮子一动，这储君就立了下来。按理说德海公公是皇上身边的老人了，没理由被逐才对。可在他还是个小太监，吃不饱饭的时候，是谢淑然给了他一盒糕点，也是谢淑然出钱让他寄回家安葬了自己的娘亲。我总说谢淑然好人没好报，这一刻才终于认同了他。那些不经意结下的善缘，总会再次回报到你身上。皇上这病来的蹊跷，却没人敢说什么。毕竟他这个皇帝当得委实不受群臣待见，没什么才干，又总爱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每次上朝都像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所幸大家睁只眼闭只眼，任由大皇子监国了。福安班师回朝那天，正赶上陛下头七，他脸色平静地给先皇上了炷香，在他身后跟着一个一身素衣的女子，她身形瘦弱，面容温婉。我还没说什么呢，一旁的于贵人先哭起来了，哭得比先皇出殡那天还要大声。那人不是别人，正是5年前和亲的福康。福康跪在我面前盈盈叩首，我只是握着他瘦削的手臂，不住地念着回来就好，平安就好。赵明珠，答应你的，我做到了，日后可别再给我托梦了啊。大皇子登基后，倒是广施仁政，甚至与女子当官。我和福安都清楚他的意思，他在以实际行动跟我们说，他不介意。皇后她真的很会教养孩子，这一双儿女都像极了她。可福安还是拒绝了。陛下，我志不在庙堂，如今我只想带着母妃一起去看看这宫墙之外的广阔天地。我的福安志在天地。从养心殿出来的时候，我问福安，李家那个痨病鬼怎么办？福安听到他的名字，脸突然红了一下，然后支吾道，一个男人又费不了多少粮食，便先养着吧，总归长得还算养眼。我闻言很惆怅，感觉辛苦养大的女儿要长恋爱脑了。又听福安继续道，等日后有了更好看的，再换掉她。出宫那天，我特意穿了一身鲜艳的大红，去谢淑然牌位面前显摆。谢淑然，你现在是不是很后悔啊？
把福安就这么丢给我，你自己倒是清闲了。谢淑然，我最讨厌你了，总是一副假仁假义的样子，对谁都真心。你怎么对谁都这么好啊？谢淑然，我最讨厌你了。福安进来的时候，就看见我抱着谢淑然的牌位，哭得声嘶力竭。他突然想起来母妃临死前说的，去找你婉娘娘，她是母妃最好的朋友。那人啊，一向刀子嘴豆腐心的，你哭一哭，他就心软了。实在哭不出来的话，就装哭。反正你婉娘娘笨，她看不出来的。窗外海棠正艳，正是好时节呢。婉娘娘，擦擦眼泪，我们该出发了。全文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每天上新精彩小说，喜欢就订阅吧。